男人从水里救起一个小女孩，接着一群士兵赶到，原来女孩正是军区长的女儿。军官把这一切都归结到男人身上，失去理智的他当场掏出枪。在这个军权高于一切的时代，男人在他眼里就是一只蝼蚁，而这所有的不幸都源于一个书包。梅莫是个傻子，每天接女儿奥娃放学是他最开心的事情。尽管班上的同学都嘲笑奥娃，但却一点也不影响这对父女的感情。除了爸爸，奶奶也是奥娃的后盾。她告诉奥娃，只有非常幸运的小孩才能和爸爸一起成长，这也让奥娃的童年没有感受过孤单。每天睡觉前，她都会给家人读海蒂的故事。她觉得海蒂和自己很像，家里都有羊群，妈妈也变成了天使。事发当天正是儿童节，上午学校组织了一场庆祝游行活动。梅莫为了给女儿换一个新书包，早早来到人群中摆摊。全部卖完后，他兴奋地拉着奥娃去文具店，却发现之前橱窗摆放的海蒂书包已经不见了。进店后才知道，书包是被同伴的赛达买走。眼看他们付完钱要离开，梅莫着急地捧着钱追出去，他想用更多的钱换回女儿喜欢的书包。情急之下，梅莫直接用手拉住书包。商店的老板马上跑出来解释，军官为了彰显大度，转身扬长而去。回家后的奥娃很生气，第一次见到女儿发脾气，梅莫紧张的用手搓着大腿。奶奶先是帮她检查了伤口，又心疼的抱着她。在梅莫的世界里，女儿比一切都重要，但在奶奶的世界里，梅莫和奥娃一样重要。下午，梅莫像往常一样放羊，遇到几个正在玩耍的小孩，他们一拥而上，拿梅莫寻开心。梅莫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很开心。随后，他的眼神马上落到赛达身上，嘴里还嘟囔着这是奥娃喜欢的书包。赛达利用梅莫对书包的执念，把他引到一处悬崖边。他本想把书包扔下去，再让梅莫跳下去捡，可没想到自己一个脚滑，头部重重撞击在岩石上，然后掉落水中。梅莫没有多想，立刻跳下去救人。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，被带回拘留所的梅莫直接被一顿毒打。他用尽全力解释，但依然没有办法完整描述出当时的场景。在狱警的强迫下，他按下了认罪手印。此时奶奶也带着奥娃赶到，可等了一整晚并没有人管他们。天刚亮，奶奶急忙上去询问梅莫的情况，士兵告诉他杀人犯不允许被探望。无论奶奶怎么解释，没有任何一个士兵敢帮助他们。透过铁栅栏，奥娃看到爸爸被押上军车，他直接冲向大门，用身体挡住了车子，又绕到车后方想看一眼爸爸，却被看守士兵一把扔到旁边。小小身体并没有阻止前进的军车，眼看爸爸越走越远，奥娃突然听到一阵叫喊声。奥娃思考片刻后，读懂了梅莫留下的暗号，于是独自一人跑去废墟的石头建筑。这里果然有一个男人，他承认自己亲眼看到女孩失足滑落的场景，还同意会帮梅莫作证。就在奥娃满心欢喜，以为马上能救出爸爸时，梅莫却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。一群亡命之徒正在围殴一个傻子，因为就在昨天，他杀害了军官7岁的女儿。狱警要求所有人脱光衣服接受检查，很显然梅莫连自理能力都没有，检查报告上偏偏说他是个正常人。随后，他和另外一位犯人小黄被同时关进7号房监狱。小黄看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梅莫，好心走过来帮他把床铺好，但监狱头目佐罗得知梅莫的罪行后就不淡定了，等狱警走后，直接让人套住他，又把他拖进厕所。最后梅莫被抬进了医疗室，医生说他多处骨折，能活着已经是个奇迹。得知情况的军官立刻打来电话，他不允许梅莫就这样轻易的死掉，他要把梅莫执意绞刑，再刊登在报纸上，让全国人都唾弃他。在这个上级命令就是圣旨的年代，中尉马上带队来到7号房，警告所有犯人，如果谁再敢私自动梅莫，一定会在他前面被枪毙。这一举动越发加深了犯人对梅莫的厌恶。2周后，梅莫重新回到7号房，他礼貌地跟佐罗打招呼，可佐罗却只想卸他的胳膊。暂时回到平静后，他开始给奥娃写信，说他在这里过得很好，交了很多朋友，还学会了做饭洗衣，每天醒来和朋友一起踢球，一起唱歌。每次他把信递给狱警，你没有猜错，这都是军官的意思。几天后，梅莫的审判结果下来了，毫无疑问一定是死刑。奶奶听到这个判决，瘫软无助地看着梅莫，尽管她不明白死刑是什么，看到哭泣的奶奶，她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。在奥娃老师的帮助下，他们找到典狱长沃尔登，希望他能网开一面，同意梅莫的探望。话还没说完，奥娃就偷偷跑去寻找爸爸，他拍打着监狱的围墙，大喊和爸爸之间的秘密暗号。第一次经历分别的他们，哪怕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，也要全力喊出自己的思念。很快，这一举动引来了看守的士兵，墙外的士兵拉走了奥娃，墙内的梅莫也激动到狂叫。
士兵以为他想越狱，其他狱友连忙过来帮他解释。最后在监狱聚会的作用下，梅莫的情绪才得到了些许缓解。他们一边欣赏小黄的歌曲，一边吃着难得的美食。慢慢，大家的话题聊到梅莫身上，对他有个女儿的事情感到很好奇。得知奥娃出生后，他的妻子就病逝了，家里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奶奶照顾两人，大家都很同情他。同样作为父亲，这里没有一个人比梅莫更爱女儿。聚会结束后，所有人都早早睡下，晚上佐罗起来方便，小黄也跟了上去。梅莫以为两人有什么秘密，不料小黄是外面派来刺杀佐罗的间谍。梅莫看到拿着匕首的小黄，直接冲上去抱住他，下一秒其他狱友也闻声赶来，好在避开了梅莫的要害，伤口并不深。佐罗为了报答梅莫，打算帮他实现见女儿的心愿。隔天，他利用关系买通狱卒，让外面的小弟联系自己的妻子，又以妻子带着女儿来探望自己的名义，把奥娃带进了监狱，再让狱卒把奥娃藏在餐车里，送进7号房。奥娃看着躺在床上的爸爸，轻轻喊了一声爸爸。梅莫以为自己在做梦，爸爸，奥娃。父女俩终于开心地抱在一起。奥娃迫不及待告诉梅莫，已经找到了独眼巨人，他能证明军官的女儿是自己掉下去的。此刻狱友们才知道，原来梅莫一直是无辜的。小女孩为见一眼自己的爸爸，竟独自偷跑到监狱牢房，而这群平日里无法无天的犯人，面对眼前的奥娃却格外小心，骗她说自己和梅莫一样都是病人，更说了很多善良的谎言。父女之间浓浓的爱瞬间感染了牢房里所有人。原以为奥娃是送给梅莫最后的礼物，没想却成了整个7号房监狱的礼物。此时典狱长沃尔登突然来查访，还好大伙儿提前把奥娃藏了起来，都装着一副不知情的样子。无奈的沃尔登只能问梅莫，他指了指床底下。沃尔登大怒，私自将外来人员带到监狱，可是重罪。佐罗上前和沃尔登辩解，有谁会相信一个这么单纯的人是杀人犯，并告诉他奥娃看到了目击证人的事情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沃尔登主动提出要送奥娃回家，也详细询问了他关于独眼巨人的事情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到老师出来迎接自己，原来是奶奶出事了，年迈的身体没能熬过接二连三的打击，最后怀着遗憾倒地。晚上，沃尔登来到废墟，他发现了一支军用长枪，并把枪拿到中尉法鲁克面前，让法鲁克帮忙找出这个逃兵，还梅莫一个清白。但法鲁克却陷入两难，违背上级的命令，这也意味着他们直接和神宣战。最终两人还是选择帮助梅莫。逃逸的军人很快被找到，他也说出了当天看到的实情。正当大家都以为胜利就在眼前时，却传来证人死亡的消息。原来独裁的军官认为逃兵的存在就是否定了自己的能力，于是直接击毙了唯一能证明梅莫无罪的证人。在他眼里，真相已经不重要，梅莫只是他发现失去女儿的工具。所有人都在忙着帮梅莫洗清罪名，只有他自己还继续保持着乐天。而当他得知奶奶已经去世，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到了梅莫执行前的一天，老师带着奥娃做了最后的道别。典狱长骗梅莫，再过几天他就能回家。可当他看到窗外的绞刑架，明明一切都已经很明朗，他们都清楚梅莫是无辜的，他是个好人，更是个好爸爸。但面对权势，他们没有反抗。天还没亮，梅莫就换好了西装，和7号房所有的人拥抱过后，他被押上了刑场。执行完梅莫的死刑，典狱长和中尉一起开车找到奥娃，他们给奥娃带来2份礼物，第一份是狱友阿福留给奥娃的，而第2份是他的爸爸梅莫。是谁呢？奥娃。爸爸。原来，当阿福见到奥娃第一眼，就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女儿的影子。自从女儿死后，他一直活在自责和痛苦中，但他的信仰不允许他自杀。最后，他终于决定由自己顶替梅莫服刑，解救一个好人的同时，解脱自己。在狱友和典狱长以及中尉的帮助下，他们先是制造出混乱，支开所有的士兵，让阿福换上和梅莫一样的衣服，再来了一招偷梁换柱。另一边又派人给监督行刑的检察官制造意外，让他没办法按时到达刑场。最后，法鲁克以不能延时为由，宣布了执行的命令。结束后，又帮梅莫伪造了死亡的假证，给阿福扣上了逃逸的罪名。故事的最后，沃尔登和法鲁克把父女俩送上了出国的船上，他们拯救了一个好人，更拯救了一个小女孩。尽管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只是翻拍，我认为相较于韩国版，这版不只有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，更有审视个体的智慧。睿智坚毅的奶奶，善良温柔的老师，热血正义的典狱长和中尉，愿意重新面对自己的佐罗，代替梅莫而得到救赎的阿福。整部电影传递出了温柔与坚强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放弃做一个善良的人。